送信之人身份不明，切记盯紧邓大人一举一动。好，一切小心。盯紧前后大门，任何可疑之人都不能放过。是。来，高一点啊！来，好，行了，好啊！老爷，有客人到了。哪位贵客呀？还不请进来？行了，好。祖父，是庄家老三庄寒燕，他不请自来，定是没安什么好心。我此前见过他，倒是个聪慧得体的闺秀啊。祖父难道没听说？他诡计多端，惯会攀附。今年上元登念，苗贵妃还亲自赐他一只玉镯。他竟与苗贵妃有结交？哎呦！见过邓大人、邓公子。不知傅少夫人前来，我有失远迎啊。庄寒燕，我们可没给傅家发过帖子吧？妾身素闻邓夫人贞洁美名，如今又得圣上金表嘉奖，私心想来瞻仰一番，便鲁莽登门了，还望邓大人见谅。少夫人有心，慕袭贞洁女德，此乃幸事啊。先入席，有些茶水吧。傅夫人，这边请。恭贺邓公，恭贺邓公啊！文正兄，邓公啊！真好啊！哎呦，这可是圣上的亲笔呀！家门有此荣光，邓公何其幸哉！哎，文正兄，此言差矣。朝中谁人不知，邓大人最注重的就是家门名节清誉。哎，今日得此殊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是恭喜啊！邓婵妹妹，小姐，这位是傅家少夫人。妇人之德，莫大于真。你郑大人还是有福气呀！你家子言和邓公孙女成了婚，女承母志，到时候你郑家早晚也能得此莫大荣耀啊！呸！文正兄，莫胡说。你这是在咒我家子言不成？来，请。不敢。给诸位大人请安。亲家母乃是今日主角，快请入席吧。入席吧。是。诸位大人，来，看一看，来，看。哎，看。诸位夫人久等了。哎呀，邓夫人来了，快，里面坐。诸位请坐。好，坐。夫人守寡多年，孤寂相伴，想来也是不容易。要我说呀，这世上女子哪有容易的？这孤寂守寡是苦，守着丈夫子女也是苦。哎呦，各有各的苦法罢了。夫人苦到头，最起码还有个御赐的牌坊，可咱们……哎呦，这都是怎么了？这是大喜的日子，来，咱们一同呀，敬夫人一杯，来。对，夫人，敬夫人，敬夫人。来，再喝一个。
没事没事。好，结小流芳，我起的好不好？这会儿可不能浪费你的才华呀！好。青儿，你瞧见庄寒燕了吗？少爷，傅夫人说出来更衣，我怕她迷了路，便跟出来看看，却没瞧见她。你母亲缠绵病榻多年，时时祈祷你在天安泰，庇佑我们邓家。如今可算得偿所愿。16年来，张氏实质守节，恭谨孝顺。今日呢，又得到圣上御赐给他的贞节牌坊，这是咱们邓家的荣耀。更是你的荣耀啊！祖父，三爷，来，过来跟你父亲。祖父，方才我瞧见庄寒燕鬼鬼祟祟从宴席中出来，我便跟了上去，不知怎么就不见了。您可有听闻什么异动？如何？没见任何端倪。这宴席就快散了，会不会是你的消息有误？嘘。你是何人？这话应当我问你才是。敢问这位公子姓甚名谁？为何深夜鬼鬼祟祟擅闯邓家后宅？我乃国子监贡生程磊，今夜前来是想给邓大人送东西。原来是你啊！什么意思？外男私闯后宅，终究不妥。是邓大人命我在此等你，把东西给我吧。此物甚为贵重，还是由我亲手交给大人为好。祖父平日里最为节制，今夜却喝了这么多。走，高兴，高兴啊！本以为要扑空，谁料峰回路转，终归是拿到了。怎会是话本小说，原名奏书呢？看来刚刚那个男子，并非送信之人。那他为何深夜潜入邓府，鬼鬼祟祟？这簪花小楷，显然是女子笔迹。你看，这话本小说夹缝之中满是朱笔批阅，看字迹，似是男子。这批阅中有署名，程磊。方才那位公子是不是说自己名叫程磊？是。这便对了，作者禅之学，想必就是邓禅了。他们二人，这批阅有来有回，赶紧看看他们是如何相识，又是什么关系。上元灯夜，在下意外捡到此册。婵儿，婵儿，
来了。上元登宴，在下意外捡到此册，细细品味，意犹未尽。冒昧写下朱批些许，留存于临江阁。若姑娘有缘取回，再撰叙下文，可否仍寄存于临江阁之中？在下每日前往一问，万盼继续拜读。屈娘妙人，离经叛道，闺阁之勇，于此樊笼世道闯出天地。姑娘为人定亦如此，在下敬仰，心向往之，盼与汝相识。世人只爱皮囊，在下独系灵魂。孟郎与屈娘源自天地，而我与知雪娘子以文会友，是否也是因缘宿命？我与孟郎一样，爱上了一位世间绝无仅有的女子，魂牵梦萦，夜不能寐。相往有意，却不知神女之心。小生国子监共生成累，无甚家世才华，唯捧一颗真心，愿对姑娘电焰相求。长乐亭之后。蒙公子鼓舞，花月传方可编续至今，然其终究镜花雪月一场。知学久困神归，能得知音，以文会友，已是三生有幸。然公子乃天子共缘，志向高阔，而于今生已许人家，绝非良人。今日修书诀别，世间再无缠之雪。盼公子重归正轨，前程光耀。看来这二人以文会友，相知相爱，却无法相守，所以邓婵才狠心作此诀别书信。程磊今夜果然是去寻邓家小姐的。他已许了郑家公子，却又遇上知音，此事实在两难。这邓大人最看重的是名节清誉，今日又新得御赐的贞节牌坊，但邓小姐又与外男有子私情。你的意思是？大人，邓家宅院似乎出事了。程公子，我邓府乃清流世家，今日又刚得节孝流芳之名，你却莫名婚姻在我家后宅之中，此话要传讲出去，你让老夫还如何见人呢？大人息怒，学生知错。你究竟为何擅闯后宅？说。我今夜前来，是想见祖父。祖父，你为何来我家？婵儿，程公子是来寻你的。祖父，先将此人赶走再说。哼，见过邓大人。宴席已散，二位这是？方才散席归家，在贵府意外捡到了一册画本，特来归还。程磊，沾之雪婵儿，这满篇污秽，难道都是你写的吗？说。是我。邓小姐，你不要说胡话，毁了自己名节。婵之雪不是你。谁在说胡话？你今日为何前来？难道你想毁了我邓府满门清誉不成？婵儿，你与郑家本有婚约，怎能做出这如此混账之事呢？啊！祖父息怒，婵儿知错了。多谢两位，我们邓家处理家事，求回吧。邓大人，此事一旦外传，定然损伤您邓府百年清誉。但您放心，我们夫妇二人自会守口如瓶，绝不外泄。你什么意思啊？保守秘密，自然有条件。连名奏书之上，
除了你一人之外，还有何人呢？果然，你们夫妻是为此事而来。我与邓婵妹妹也曾有过一面之缘，我自然不会害她。此事我们一定……你给我住口！身为女子，不在后宅恪守妇道，整日抛头露面，甚至结交宫中妖妃，在你心中可还有半分廉耻吗？你，傅大人，他要如何行事，恐怕还轮不到邓大人来管教吧。你，老夫为我朝万年基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要受你们小人胁迫不成吗？我明日就去郑家认罪退心。你们两个既铸成大错，那就立即成婚，不可耽误。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父亲，父亲请三思。你还敢来？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父亲，我自愿去祠堂领罚，可是婵儿不能嫁给程公子啊！婵儿自幼与郑家定亲，此事京城人尽皆知。若忽然开嫁回婚，婵儿今后该如何见人呢？父亲，婵儿，母亲，我愿意。邓小姐，程公子，怎么才短短数日，你又爱上别的女子不成？不，我没有。那便与我成婚。婵儿，你别犯傻啊！母亲，我知道，我与子言的婚事是你千挑万选的，但是现在我心里只有程公子。母亲不要劝我了，这样或许对我们都好。常雷并非良配，你嫁给他你会后悔的呀，孩子。若小生并非良配，敢问夫人心中以为何谓良配？我对你早有耳闻，你虽为国子监贡生，可是你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你父母在世时为低贱的商贾，你是捐了宿才进国子监，成为立功的。你将来定是一事无成。我婵儿如何能放弃青梅竹马、门当户对的程公子，相嫁于你？邓夫人美名，小生早有所闻，人人都说你贤良淑德、知书达理，却未料到竟是如此倨傲无礼。你商贾出身又如何？士农工商各有优异。我父母早亡，留下许多田产铺子，我虽无望入仕，但也足够养活妻女。闭嘴！这个家何时轮到你来做主？结孝流芳，结孝流芳，这可是玉璧亲体。你身为母亲，不能教养子女，你还有何脸面跪在便牌之下大放厥词呢？父亲，你们两个也休想得逞。我邓家百年清誉，不是坑来骗来的，是祖上以礼义传家，一代一代守来的。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以死明志，我邓氏满门全都甘之如饴。宋柯，祖父亲，父亲。没想到邓大人竟愿意让邓婵退婚改嫁。你有没有觉得程磊和邓婵这两个人似乎还有什么内情？有情人被当众许婚，何该欣喜？但他们俩一个泪眼连连，一个羞愤交加，实在古怪。要不我让沐风、沐言去盯紧他们。也好。
怎么？沐风方才来报，邓家角门有人悄悄溜出，是邓婵。明日便是婚期，难道他想逃婚？大人，程雷也鬼祟出门，像是往城东方向去了，或是去见邓小姐了。沐风说，邓家小姐是往城西方向去的。分头行动。好，你快走吧，连夜离开京城，就当我求你了。我不走，要走也是我们一起走。你这辈子已经受过太多的苦，已经够了，你不欠任何人。你为何如此犯傻呀？我也是死水之心，枷锁之身，你不要再孩子气了，好吗？你扪心自问，你的花月奇梦之中，当真不曾有我入梦吗？我心悦之人只有禅之雪，无论你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我都不在乎。你难道还不懂我吗？是我错了。送出去的定情之物，岂有收回之理？干脆我来替你摔碎。就当是我负了你，忘了我吧。我不懂，你有青梅竹马，或许终生之情，难道就不如一个突然蹦出来的外人？我不相信你当真移情别恋。你别再问了，终究是我对不起你们郑家。婵儿到底有何苦衷？你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我从未爱过程雷，我心中始终只有你一人的。事关家门，我别无他法。郑郎，若你当真为我好，就别再逼问我了，好吗？小姐，咱们快回去吧。错了，全都错了。是我错了，是我不守妇道，是我伤风败俗，我就不应该写这些荒唐的东西。是我害了婵儿。母亲，哎，来了。原来，这才是真相。京中盛传，邓家夫人张氏为父守节，深明大义。我也曾以为你是一尊无悲无喜、无情无欲的静默神像，可直到那日，我才发现，你就是写下《花月传》的禅之雪。你可知我是何感想？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少时父亲还在，我曾提过弃儒从商，可父亲他把我关入黑暗之息的地窖里3天3夜。3天3夜过后，我恍惚地走出，抬头忽而看见天边的朝霞。你与我，便是那日的朝霞。可我是个双妇，我是刚刚得了贞节牌坊，比你大12岁的双妇。贞节牌坊，贞节牌坊，你内心当真在意我吗？你
你笔下的曲娘，曾带给我破而再立、弃势从商的勇气。可如今，你自己为何不敢挣脱这凡路？只要两心相悦，世俗眼光、身份、年纪，又何足为惧？夫人，别走了，有人跟踪。谁在哪儿？有人，分头走。好，那你小心。父亲，父亲，下人传报，说你夜半离家，我还不信，你当真与外男有染吗？父亲，我没有。那刚才说话的男人是谁？勾引劫妇，送入官府，是剥皮碎骨的死罪呀！父亲，是我自己不守妇道，私自外出，与旁人无关，请父亲明鉴。你还替他说情，你自身难保了。来人，住手！大人，是学生，胁迫夫人前来会面，都是学生的错。没有，父亲。程雷，你们原来那淫秽画本就是你二人暗通款曲之物，不是。你们还有没有廉耻？父亲，住口！你这个不守妇道的淫妇！敢问邓大人，何为妇道？为何男子丧妻可以心绪，却看不得女子改嫁？为何男子自可三妻四妾，女子便要生死忠于一人？为何男子风流便是褒赞，女子寻觅幸福却要被钉死在耻辱柱上？同样是人，难道女子生来就该泯灭人欲？若这便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妇道，那这妇道不从也罢。庄寒燕，又是你，定是你处心积虑，唆使他二人淫秽勾结，坏我家风。你这个恶毒女子！昔日尚在庄家闺阁之时，老夫便看出来你绝非善类。如今你嫁入傅家，越发抛头露面，败坏纲常。他傅云熙不予管教，那就由老夫替他训诫。父亲，婵儿，邓大人，夫妇一体，难道你这巴掌要扇到我傅某脸上？好啊，好啊，世风日下，礼法要亡啊！哎呀，婵儿，祖父，求您看在母亲10几年为邓家恪尽职守的份上，您放过他吧。你居然也为他求情，你也要变成这种淫妇贱人的模样吗？婵儿，婵儿，快让娘看看。若我婵儿有的选，我宁可她这辈子都不要做一个像我这样人人夸赞的好女人。邓张氏，你竟敢说出这狂悖之言！我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你就受不了了吗？起来，婵儿。那今天我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17年了，所谓的日夜思念亡夫、恪守妇德，都是假的。我与你儿子从未动过真心，我现在连他长相我都忘了。我跟他之间从未有过温存爱意。他蔑视我的诗文，放毁我的残书，
可是我知道，他不过是嫉妒，他是害怕。一个资质平平的庸才，偏偏托生在了你们这样的书香世家。你知道吗？你儿子那些让你称赞的文章，都是我捉刀带笔。他一边窃取我的才华，一边打压我，每每自卑古怪之际，便将我冷炙折磨。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忍了，我受够了。一派胡言，空口白牙便来玷污我儿，一个淫妇之言如何能信呢？什么叫淫妇？若挣脱枷锁便是淫妇，画地为牢便是烈女，那我便当一次淫妇又有何妨？你17年，我苦苦牺牲了17年，为了一个无用的虚名，便将自己囚禁在一个名为贞洁的枷锁里，任他与我骨肉相连，再难挣脱。可是今天，我再也不愿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虚荣，去做那个贞洁牌坊了。我要找回我自己的性命。我的名字叫张婉菊，结缘乡张家张女。我为了弟弟的仕途，我为了娘家长生，我为了儿女的前程苦忍多年。可是今天，我想为自己活一回，我想好好的活一回。你疯了！你疯了！我疯了！我是疯了！这17年，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高高在上、人人敬仰的神像。今天，我要举手把这神像打碎。即便碎了，我还可以拼起来。我可以。即使伤痕累累，即使鲜血淋淋，只要我的性命还在，我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自己。我凭什么就不可以有一个懂我、救我、珍惜我的知心人来爱我？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就不能无所畏惧的活一回？来人！夫人神志不清，口发异语，立即押送回府，禁足治疗。小姐一同拉回去看守，明日吉时立即成婚。谁要敢再阻拦我邓家家事，休怪老夫不客气。走，走！不要！不要！走！我不怕，我不去！我心眼之人只有产之血！放开我！放开我！
着。老爷不好了，后宅着火了！走。拿水来！快拿水来！圣旨还在他屋里，圣旨重要啊！快来人扑火！邓大人，若想要家宅安宁，您真正需要扑灭的，是自己那股顽固偏执的心火。是你。你放走了他，从此世间再无邓家夫人，也无共生成人。你何时将他放走的？我满月下人呐！邹某在大理寺任职多年，这点成算和本事还是有的。傅云熙，你们夫妇好大胆子啊！难道就不怕下狱杀头吗？邓家劫富，因受惊表，追念亡夫，哀思难忍。今日焚火自尽，随夫君而去。这一切，难道都是苗贵妃的指使？替天行道，无需任何人指使。哎呀，老夫有何罪过呀？天道也要灭我不成吗？您明知妇人名节之重，却还是执意要给深宫之中一位并无子嗣的无辜妇人冠上莫须有的污名，难道这还不是罪过？邓大人此前口口声声说要护百年清誉，要守万年基业，哪怕粉身碎骨，哪怕以死明志，都在所不惜。张婉君既已离京而去，这结孝流芳之名，不如就在这场大火中烧个干净吧。别！我全说。洗耳恭听。我知道你们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救助苗贵妃，可你们也不必寻他人麻烦呐。那我们应该去寻谁？这一切全都由一人所挑头，其余的人跟着做仙，文书公府罢了。执意逼死苗贵妃之类事，内阁文华殿大学士姚之洞。我能做的只是退出这次上奏，可姚大人在清流之中一呼百应，只要他不停手，还会有更多人随他上奏。我可全说了，你们要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张氏的去向。只要你所言不虚，我们便只字不提。走。列宗，咱们邓家100年的清誉，我守住了，我守住了。是婵儿来了吗？是的。婵儿，母亲，婵儿，母亲对不住你，以后不能长久的陪在婵儿身边。不，婵儿一直担心，自己成亲之后，母亲就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后宅，冷冷清清，总觉于心不忍。现在也好，你我都有了归宿。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不哭啊，不哭。程公子，我母亲虽离邓府，但并非孤家寡人。无论她去到哪里，我永远都是她的女儿。我希望你不要欺负她，不然我追到天涯海角，我都不会放过你的。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待他。母亲，夫人，你们不如去沔安落脚如何？为何是沔安？
郑公子的老家便在闽安，日后邓婵每年随夫回乡省亲，你们母女便可借机团聚。是啊，如此正好。多谢寒燕姐姐，姐姐，还是你最有办法。二位恩人，请恕我们一拜。母亲，夫人，快起来。两位大恩，无以言表，只能来生再报了。我们夫妻二人也是有所图谋，各取所需而已，你们不必如此。傅大人，若只因图谋，你今日便不会来相送了。谢过二位恩人。此地离京城不远，还是快些赶路吧。好孩子，照顾好自己啊！我就在闽安等你。母亲，娘。方才，你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吗？这一次，总算没有意外，没有再出差错。如今已探明幕后主使，只要再想办法拿下瑶之洞，便可替苗贵妃解了危局，离扳倒庄世瑶又近了一步。是，我们这就去瑶府。现下便去。从邓大人吐露瑶之洞这个名字那一刻起，我就已经知道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了。你是说，齐王妃？若是傅大人有公事相议，还请到官署一叙，我这里就不留客了。素闻姚大人铁面，傅某自然不敢私相授受。哼，我与邓公等五人联名上书，见苗贵妃心存不轨，挟恩摄政，而您与尊夫人却从中作梗。如今邓大人已经罢剑，你今日前来，难道不是来做说客的吗？近日京中有人将后宫女训四处分发，这幕后主使也是姚大人。昔日周幽王为国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唐明皇独宠杨贵妃多年，竟令天下不重生男重生女，历朝历代朝纲祸乱，多由妇人而起。苗贵妃独得恩宠多年，如今却妄图插手国本，我等识君俸禄，岂能眼看着这江山社稷毁于妇人之手？姚大人这故事说的真好听，既然褒姒美色足以祸国，那她这样的红颜祸水，又是何人将她送入宫中的呢？幽王单溺美色，朝中忠臣死谏劝解，却被幽王构造罪名下狱。其亲眷将族中最美女子送入宫中，忠臣才得以脱困。这位绝色女子正是褒姒。可知这世间女子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左右，又何以左右天下？若姚大人今日也面临此境，有女若褒姒，你可愿助她脱困？你们二人今日是为小女之事而来？此前听说，姚大人有一位独女，名唤姚望舒，却遭齐王强娶，嫁入王府。这位齐王生性诡谲，跋扈京中多年，令爱日夜受其折磨。我确有一法，可助他脱离苦海。所谓无功不受禄，你们二人
今日若是想以小女之事施恩于我，换我撤下剑书，此事断不敢从命。来人，送客。老爷，小姐方才又托人传话，说日子实在难熬，请老爷想想办法。此人果然油盐不进，若想撼动他，恐怕不易。不，若他又是一位自私恶人，此事确实不易。若他只因畏惧齐王权势，不敢强求，此事倒还有一线生机。我们不能只帮姚小姐解一时之困，须得帮她彻底脱离齐王。我们这就去齐王府。像吗？先王妃天人之姿，旁人若要模仿，也还需要些时日。后唐要容我通红的时候，才能放茶条，通红了吗？啊！教了你多少遍，怎么还是学不会？你入府3月有余，王府对你仅于玉石相待，本王只要求你做一件事，就是言行举止、进退之间皆与我齐月儿一样。月儿做事事事周全，虽然烹茶品茗，为何你做不到？因为我不是他，我是姚王叔。错，你是裴映月，是我的月儿。啊，月儿，月儿，是我的错，打疼了吗？少腹水。我不要喝，我不要喝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不想再怕他，我求你了，我不想。说，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要我说。老爷，裴映月，滚！都给我滚！不见！两位请回吧，殿下有要事在身，不便相见。我听说，齐王对姚望舒看管甚严，若你我不能进入齐王府，恐怕难以与他相见，商议计策。王府并非寻常官邸，断不能硬闯，总得寻一个什么由头。你手中可有什么案子可以当做幌子？哪怕先得罪于他，再登门致歉，总也能顺理成章的进去。阿芝，怎么了？爹爹，听说郑伯伯家开了私塾，男孩子们都去了，阿芝也想去。阿芝也想去读书啊？爹爹今天就带我去看看，好吗？慢点，阿芝。谁让你把球踢进水里的？你给我捡上来！不是我踢的，明明是你。你们说，球是不是他踢进水的？就是你踢的。快点，给我下去！给我下去！下去！明明是你把球踢到水里的，怎么还赖上旁人了？
你这么仗义，那你下去帮他捡。阿芝，怎么了？哪家的丫头不懂规矩，竟敢伤人？是吧，阿芝？明明是你家小公子先心生歹意，才会不慎落水。大胆！你知道我家小公子是谁吗？在下大理寺傅云溪，若要算账，尽管登门。登门？我看你们还是速速卑下厚礼，亲自到我们王府登门道歉。回家，我要去告诉爹爹爹。爹，你们现在可以去齐王府啦。那是齐王府世子。就是他。寒夜小姨，阿芝是不是很厉害？谢谢你，阿芝。傅某拜见齐王殿下。妾身庄氏拜见齐王殿下。你们竟敢纵容幼女伤我王府世子，可知你就是傅家夫人庄艳寒？回禀殿下，妾身庄寒燕。无妨。小女阿芝出阁顽皮，本欲与世子殿下玩闹，却不慎将其撞倒，摔入潭中。儋州上京庄家嫡女，本王听说过你的传闻。哦，此事全因我们夫妻二人教养无方，今日特来登门致歉，还请殿下海涵。听闻王妃每日钻研茶道，寒燕虽不精通，却也略有涉猎，不知是否有幸能与王妃以茶会友，化干戈为玉帛。你也会茶道？家慈阮氏以善茶道闻名于京城，寒燕也从母亲处习得一二。如此，定要让内子讨教一二了。走吧。请二位移步后花园。走吧。殿下，王妃寝房大门紧闭，奴婢呼唤许久，她只说不想见客。不想见客？好，本王亲自去请她。殿下，今日唐突登门，本为致歉，不该劳烦王妃大驾，更不愿惹您夫妻二人不快。不如先让卓京去后宅请示拜访，你我在此等候片刻便是。是妾身冒昧了，确实该由我亲自去请，不知王爷可否允准？办了，带傅夫人去吧。是。王妃，傅夫人前来拜访。王妃，哎，夫人，你们在门外等着。你是何人？王妃是要上探寻死，与你何干？姚大人此生只得一女，若知晓此事，定会痛心疾首。你是爹爹派来的？我昨日确曾到访姚府。爹爹可想到什么法子能救我出去？不如姐姐先告诉我，王爷他待你究竟如何？他痴恋亡妻裴氏，让我日夜模仿其言行，还
还命我学习烹茶平民，甚至定期逼我喝下符水。稍有不从，便拳脚相向。我是人，我不是畜生，更不是他的玩物。若父亲再不想法子救我出去，与其在这牢笼里备受折辱，不如一死来得干净。符水是怎么回事？襄王妃裴氏死后，齐王曾遇到果然颇通茶艺，连茶具都如此精巧。据本王所知，庄家小姐并非傅大人原配。是，顾妻乃庄家长姐。傅大人也是思念顾妻甚深，这才娶其小妹为怀。往事休已不可追，傅某如今只知要怜惜眼前之人。傅夫人，如何？王妃心中似有郁结，不愿与妾身多言。我良言相劝许久，她却充耳不闻，甚至还要寻死觅活，实在身在福中不知福。傅夫人此言何意？听闻前任王妃是重病而亡。唉，是啊，那年中秋前日，我们本约定一同跪下赏月，可惜他没能熬过那一晚。唉，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半飞。王爷痛失爱妻多年，却不忘旧日夫妻深情。如此男儿郎，世间罕有。若天下女子都能觅得夫婿如此，这世间便不会再有闺怨之事了。这么多年，竟只有庄小姐能解我心中哀苦啊！薄情寡义之人比比皆是，有了新人便忘了旧人，有了心腹便忘了亡妻。我家长姐灵位供奉父父，却早已落灰蒙尘，香火不继了。庄小姐亦为心腹，又怎会祈求夫君思念亡妻呢？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新人总会成旧人。寒雁不过是一叶知秋，见今日情形，便知未来下场罢了。妾身多言，夫君莫要责怪。哎，
口凭心言，肺腑之意，何来失言一说？今日叨扰许久，我与内子先行告退了。那改日再向庄小姐讨教茶艺。承蒙王爷厚爱，韩言不敢推辞。你又在谋划什么把戏？跟你说了多少次，让你换辆宽敞马车，你就是不肯。这般强挤在一处，一路颠簸回家，真叫人难受。不如，本王派车送二位回府啊！让殿下见笑了，不敢劳烦殿下，还不快走！着人打探打探，这二人夫妻感情究竟如何？是。你难道想嫁入王府，换姚小姐出来？若我真有此意呢？你究竟在作何打算？演出戏罢了。那这出戏接下来该怎么唱？接下来该裴映月登场了。月儿，这世间女子，即便与你有几分相似，可谁都不及你半分呢。王爷，王爷，不好了，王妃又自尽了！快，取符水来。啊！月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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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快上符水！月儿，你不能死，就差最后一道符水，你就能变成月儿了。月儿，上符水，符水呢？快！月儿。月儿，月儿，太医，快选太医！王妃醒了，我这就去禀告王爷。初郎，初郎，月儿，初郎。你怎么瘦了？你怎么一脸惶恐？是不是我病了太久，不好看了？你真的是月儿吗？自然是我，否则还能是谁？怎么？难道我这一觉睡得太久，中秋佳节已逝？怎么连院中的桂花都没了香味？俗人多饭酒，谁且出茶香？无有只一碗。细雨爱茶人，这不是你我初见那日一同品茶之时所对之时？你怎么？月儿，真的是你，是你回来了！我想你想得好苦啊！初郎，你这是怎么了？
遥望书，我当真已经过去3年。那个贱人竟然敢摔砸你的牌位，在你面前自尽。不过，正因如此，你最终在这躯体中复生。那段真人果然不起我，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奇事。天使王爷真情不屑，感动了地府阎罗，这才放我还阳。自此往后，月儿与朱老再也不分开。是，你我再也不分开。美吗？你是人是鬼？朱老，月儿侥幸还魂，不知还能在阳间停留多少时日。这样终究并非长久之计。月儿思前想后，唯有朱郎与我共赴黄泉，我们夫妻2人才能生死不弃。朱老，你可愿意与我结伴同行？胡闹！这只蝶簪是你我的定情信物，就让我们用它划破薄情功夫来试吧！他们来人呐！王妃疯了！王妃疯了！看相算命，王爷，咱们还是回府去吧。王妃正到处找您呢。闭嘴！让他找你爹去。有缘人留步。你谁呀？今朝还是旧时人，人事如今又一新。贵人救援缠身，可惜不是正缘，恐怕要祸事临头啊。先生此言何意？这不可说破，不可说破呀！看相算命，百卦百灵；看相算命，百卦百灵。回府。殿下，今日半个京城都传遍了，据说傅云熙与庄氏在家中大吵了一架，扬言要休妻再娶。可知缘由？傅云熙有意纳妾，庄氏不允，两人因此争执不休，愈发离心。王爷，庄氏递上拜帖，求见王妃，讨教茶道。准了，请入后花园。对，把王妃送到别院关起来，没本王允许，
绝对不许他随意出入。是。韩燕擅作主张启用茶器，还望殿下恕罪。怎么不见王妃？啊，她身体欠佳，尚在休息。本王还未尝过你亲手烹制之茶。头茶有3种，殿下想用哪一种？上头。那便要以水声稍稍重极之时取汤，才不致损伤毛尖嫩叶。嫩茶尚不可滚水浇筑，而相伴之人并非良人，岂不心如油煎呐？殿下怀瑾握语，不似凡夫俗子，所以才知茶味，懂人心。良禽择木而栖，你何不换一枝头？当初我执意嫁入傅家，与父亲生了菊羽。若如今和离，韩燕只怕走投无路，无枝可依。哎，这有何难？本王娶你便是。王爷此言当真？那王妃，只要你愿意入府，休了她，不是什么难事。这韩燕还有疑虑？韩燕能得王爷一知己，已心满意足。我与王妃虽一面情谊，却也不忍她因我被休。王爷不如写封和离书，也为姐姐留些体面。就依你所言。王爷，王妃不愿去北院，还执意要见您，现已从后院闯了出来。无能，连个女人都拦不住。王妃已金簪抵喉，小的们不敢阻拦呀。像你想的好苦啊，朱郎！你大姐不愿意见我吗？你们走开，让我进去！快，让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不许再入王府半步。是。王妃，王爷已决意与您和离，您带上和离书走吧。他说不肯走，便嫁他出去，别再来烦我。王爷，王妃拿了和离书，便自行离去了。走了？是。他没再跟你死命纠缠。是。不对，不对，不对！快，把他拦下来，带回来见我。是。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多谢二位，不必客气。王妃留步，殿下，请您回去。快走，他们怕是起义了。姚小姐，王妃，按照你我此前约定，我助你脱困，但这和离书须得交由我替你保管。你们要这和离书是要做什么？等回到姚府，你自会知晓。给我吧。王妃，殿下，请您回去。快走吧。王妃，王妃。怎么锁门了？王妃，殿下让你回去的。
回来了！爹爹，老爷，小姐回来了！我叔，爹爹，我叔，爹爹，我叔，爹爹，我叔，你是怎么回来的？多亏夫家两位出手相助，女儿这才逃离魔窟。爹爹，齐王已经写下和离书，女儿已得自由身，爹爹不必再爬到抓我回去了。两位真是本领通天呐，真的将小女救回来了。姚大人不必言谢。爹爹，傅夫人不但为我出谋划策，还假意答应齐王求娶，她这才肯写下和离书，只怕日后也要与傅家为难。傅夫人，此事能得善果，也靠姚姐姐努力筹谋，绝非韩燕一人之力。你们二人如此施恩相助小女，还是为了让我撤剑？经此一事，韩燕明白姚大人绝非迂腐无情之人，江山社稷，或毁于昏君，或毁于污吏，却断不会毁于一个被困深宫、不见天日的女人手中。只因天下才子，甘为帝王雕琢粉饰，却无人愿意为女子提笔一呼，这才有太多妖妃惑女，留污名于史册。其中是非对错，相信姚大人心中自有定夺。姚大人，您疼惜爱女，可苗贵妃亦有父母亲眷，亦是他人掌上明珠。我相信您今日一定也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请二位受老夫一拜。哎，姚大人，切勿折煞晚辈。老夫实在是愧为人父啊！当初不敢与齐王决裂，乃是怕小女这日后处境更加艰难，是一时不知该如何着手才好。若日后齐王敢为难傅家，老夫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是关于联名上奏一事，老夫只能暂缓。若日后苗贵妃心怀不轨，老夫绝不会善罢甘休。如何？我打听过了，这几日再无一人奏苗贵妃之事。既然如此，那这和离书也不必拿捏在手里了，给姚家送去吧。苗贵妃听闻风声之后，心中必生疑窦，我会尽快想办法让她知道，此事能成，是你背后助力。我必须尽快获得苗贵妃召见，入宫见她一面。放心，我已托了宫中内侍传话，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少夫人，家主，齐王府又派人来送帖子了。只要有苗贵妃的庇护，纵然齐王在京中跋扈，亦不足为惧。去吧，照旧回夫人病着。是。殿下，傅家夫人仍旧称病，说不见外客。外客？才几日不见，就从知己变成了外客。殿下切莫动怒，当心身子。姚氏那个贱人啊！王妃她，姚氏如今藏身闺中，姚大人正在为她说亲，估计是想赶紧嫁人，彻底断了王爷的念想。贱人，全部都是贱人！合起伙来蒙骗本王，简直无法无天！真以为本王好惹他啊？敢问阁下，滚蛋！傅云熙、庄寒言，你们都给我出来！傅云熙，王爷，有何贵干啊？傅云熙，听闻你欲休妻再娶，本王今日便为你们夫妇二人做个见证。你这就去写休妻书。
将庄家小姐赶出傅家大门。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些气话做不得真。真也好，假也罢，本王今日主意已定，就是要弄假成真。这休妻书，你写还是不写？若我说不写呢？那你便是自寻死路。俗话说，宁拆庙不破婚。王爷真是古道热肠，竟然跑到别人家里来逼人休妻。傅夫人果真是女中豪杰，竟然还敢现身。我一没有强娶他人为妻，二没有恃强欺辱一介弱女，有何不敢现身？你！殿下虽金尊玉贵，行事也得遵守礼法，还是莫将此事闹大为好。否则，王府内宅之事传讲出去，你也落不得什么好处。傅云溪，庄寒燕，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天子脚下，王爷肆意妄为，调动王府亲兵，你就不怕宫中怪罪吗？先杀了你们，有何罪责？本王一力承担。杀！住手！齐王殿下，冯公公，你来做什么？傅家夫人何在？您是？传苗贵妃之命。宣傅夫人庄寒燕即刻入宫觐见。妾身庄寒燕，接旨。怎么又带这只发钗啊？他总能保佑我，化险为夷。去吧，我等你的好消息。傅云溪，怎么？我希望此行能博得一个好结果。娘娘，
傅夫人到了。你们全都退下。娘娘有令，内外宫人无诏，不得入内。妾身庄寒燕拜见贵妃娘娘。庄寒燕，你可知这河里装的是何物？我已禀退宫人，你可直言。妾身愚钝，还请娘娘指教。民间耄耋老人，自是命不久矣者，皆会提前为自己备下寿材。这3尺白绫，自上元宴会回宫后，我便提前为自己备下了。娘娘千岁之身，必然福寿齐天，不必轻言凡人生死。你是第2次救我性命了，怎么样？心里一定很得意吧？是不是觉得我该谢你、赏你、嘉奖你？妾身不敢。娘娘虽身处宫闱，但我们都有身为女子的难处。哼，我有何难处？你倒说来听听。妾身给娘娘讲个故事吧。前朝有位陈贵妃，她在宫中风头无两，招惹了不少怨恨，却一直未能有子嗣。而皇帝年迈体衰，他若不尽快为自己寻求安身立命之法，只怕最后不会有好下场。既然结局已注定，何不再放手搏上一搏？或许还能得一条生路。但他小瞧了那满朝文武对他的忌惮和猜疑，他们怕子幼母壮，怕外戚干政，怕他居心叵测，效仿吕后祸乱朝纲，甚至不惜死谏，威逼圣上将他赐死。却不知他也只是想要一条生路罢了。然后呢？这是一场豪赌，他的赌注便是皇帝对他的一丝眷恋。但群臣力荐之下，皇帝龙颜不悦，竟也与他疏远了许多。陈贵妃不但小瞧了满朝文武，也高看了她自己。放肆！若娘娘不喜欢听这故事，妾身闭嘴便是。你到底想说什么？此前，朝臣印发女训妄议娘娘，可命家夫全权彻查此事。此事是姚大人暗中所为，如今他已偃旗息鼓，圣上也已不再追究，还查他做什么？哪怕做样子追查一番，也好过如此轻易放过。否则，娘娘就不怕日后他人效仿，再起波澜。待此案了结，您只需稳住东宫，自然高枕无忧。庄寒燕，你如此费尽心机为我筹谋，你想要什么？妾身想求娘娘一道懿旨。什么懿旨？家父庄世阳如今身负重修四海大典之责，因此受重兵贴身护卫。妾身求娘娘下旨，命他10日之期完工，再撤下庄府官兵。为何？娘娘不必过问内情。后宫不得干政，此事即便要办，也得我去求圣上。你凭何认为我会冒险帮你？娘娘是想过河拆桥？这是你一厢情愿，如何是我过河拆桥？娘娘如今是我唯一的希望。
你若袖手旁观，我便……你便如何？莫怪妾身无礼。即便你救了他，你敢肯定他会帮你吗？只要让我进宫，此事就一定能成。我必须尽快获得苗贵妃召见，入宫见她一面。怎么又带这只发钗啊？她总能保佑我化险为夷。我希望此行能博得一个好结果。傅大人，请留步。快去通传，苗贵妃她。苗贵妃她如何？皇宫大内戒备森严，凭你一个小女子，你敢行刺本宫？妾身如今别无他法，只能选择铤而走险。你到底想要什么？妾身尽心尽力，为娘娘破了这必死之局，就是为了进宫面见娘娘。若你念及旧情，施以援手，便是皆大欢喜。若你不肯相助，那请您现在便喊人。宫人闯入，目睹此景，恳请娘娘赐妾身这一出好戏。你意在庄世阳，他罪有应得。阮喜文的，今交10里一战，身中数刀。我还以为他终于逃脱这牢笼，终于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想到，终究是没有赢家。当年那场马球赛，根本没有人告诉我是为圣上选妃。我费尽心机赢了比赛，就只是为了让他高看我一眼。上元宴会，我找了御医为他治腿。你以为我真的只是想看他跪在我面前吗？你可曾想过，是我和他一同在京城长大，是我和他恩恩怨怨纠缠数10载，他的烹茶技艺我苦心研究，他闺阁书写的诗词我如今还倒背如流。我一直都想活成他的样子，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是我。所以，你愿意帮我？是你没保护好他。你手里这只发钗，不该指向我。
无论如何，此次无人伤亡。此事能成，也替你解了围。10日之后，你便可卸任，不必再负责保护庄世阳的安危。若这次能将他置之死地，你的义子身份从此再也无人知晓。你忘了，除了庄世阳之外，还有一人知晓此秘密。你想将我也杀了？我只希望你不要逼我。冷静应对，勿失理智。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才对你最有利。现下我得苗贵妃助力，在铲除庄世阳一事上，是你最得力的盟友。你若是聪明，不应杀我，应该助我。你还想让我做什么？京中不轨之人私谒女训四处分发一事，苗贵妃已经答应我，此事将由你来负责探查。此事是姚大人所为，有何可探查？若你接下此案，京中机要之地皆可畅通无阻，包括督察院。你想趁此机会搜查宇文大人留下的那只檀木盒子？不错，我想知道他究竟留下了何种证据，是否能为我所用，是否能借此除掉庄世阳。若我拒绝呢？大人，严大人唤您去大理寺一趟，圣上有旨。傅少卿，圣旨已到，你没得选。我和你说过，争权夺势之人，最终都落不得什么好下场。今日你倚仗权势成事，他日必受权势所困，你好自为之。之前女训一事沸沸扬扬，贵妃娘娘备受重伤，更是有损圣上天家威严。今日宫中颁下旨意，命你彻查此案，揪出幕后操纵舆论之人。下官遵命。圣上另有密令，只需搞出些动静，不必缉拿真凶。下官明白。只是若想探查此案，还需出入京中各处衙门府邸，行突袭搜查一事，只怕阻碍重重啊。宫中早已思虑周全，此乃圣上亲赐令派，可保你行至各处畅通无阻。下官一定不负圣上所托。大人，咱们直接去姚大人府上。先去督察院。女训一事与督察院也有干系。你不必多问，听我的便是。是。苗贵妃她以为她是谁，也配传信于本王？还叫我放傅云溪跟庄寒燕一马？殿下息怒。叫媒人过来。殿下，京城高门适龄的女子，媒人早就全走动过一遍了。什么意思？殿下息怒，奴才该死。我偌大个齐王府，连个王妃都看不中，
还叫人骗到家里来了。我堂堂齐王，如今成了老光棍儿。京城的人要如何看我笑话？你们去抢，也要给我抢一个王妃回来！是。此处再着几笔。好，此处甚好。老爷，打听清楚了，为何齐王带府兵前往傅家？因为齐王妃，姚大人家那位独女，是，听说是庄寒燕从中作梗，骗齐王写下了和离书，这才惹怒了齐王殿下。他为何要管这些事？老爷，今日一早还发生了一件怪事。何事？宫中的内侍奉苗贵妃之命去了傅府传旨，请庄寒燕入宫觐见。现在外面都说，三小姐通天的能耐，成了贵妃娘娘的座上宾。姚大人，苗贵妃。老爷，宫里派人来传旨了。传圣上口谕，庄士阳受命担任总编，重铸四海大典和昆鱼山海全图，却迟迟不见进展，有玩忽职守之嫌。今命翰林院上下官员全力协助庄士阳，10日之内必须完工，否则治欺君之罪。为臣知罪，谢圣上宽宥。寒燕，你与云溪近来可好啊？不劳父亲挂心。我今日来就是想提醒姨娘一句，庄家并非久留之地。你和雨山姐姐还是趁早离开京城，以免日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寒燕，你我终究还有父女之情，为父。10日之后，如同此斩。寒燕，寒燕，莫走！毕竟你我父女一场，难道你真要赶尽杀绝吗？寒燕，寒燕，你有通天彻地之能，你别走！为夫认输了，你放过我，你先打我一顿，我无半句怨言。你母亲离开我，我也是痛心疾首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张大人，您如今身负重任，近10日之内应当专心修复大典，不得再出庄府半步。软信我！父亲此前不是说过，有贼人欲对您图谋不轨，或许要害您性命。如今大典既成，那贼人定要再行不轨之举。这些官兵都是奉命来保护您的，自然不会在如此紧要关头再出任何差错。贵府前后门口皆有重兵把守，围墙之外更有5部1人为首。近10日之内，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庄大人。寒燕，作茧自缚，咎由自取。老爷，现下如何是好啊？我虽出不去，却可请人登门。你派人帮我送一封信。送往何处？齐王府。
你总算回家了，阿芝一直在等你呢。阿芝，已经好多天过去了，小姨还没想好吗？阿芝，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可能会伤害你，你还愿意让我做你的母亲吗？伤害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会让你伤心。但小姨明明嫁给了爹爹，却不愿做阿芝的母亲，这才是阿芝最伤心的事情。如果寒烟小姨不想，那就算了。阿芝不想惹你生气，阿芝只是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没有母亲的孩子，我们想母亲的时候，我可以抱一抱你，你也可以抱一抱我。我此前从未想过，我们都是没有母亲的孩子。阿芝，那你从今日开始便改口吧。真的吗？当然。母亲，母亲，谢谢寒夜小姨，阿芝终于有母亲了。母亲，你陪我玩捉迷藏好不好？我就藏在这间屋子里，你要是能找到我的话，阿芝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呢。什么礼物呀？不能告诉你。那你去藏吧。少夫人，老夫人叫您去前厅一趟。云溪在大理寺的公职得罪人，这些年我们傅家门第一向冷清不说，还时常在背后遭人指点。谁能想到有今天？这王家请吃酒席，谢家请赏丹青，就连我跟你二姨都跟着沾光了。这都是韩燕你有能耐，不过是借着苗贵妃的威望，狐假虎威罢了。哎，韩燕，你看这些请帖之中，不乏高门大户，既然他们有意结交，我们也不要服了面子才好。这样对云溪未来仕途也会有敬意。母亲放心，韩嫣自知轻重，正好这2天有空，那便去会一会他们。听闻贵妃娘娘还请了您，给宫中几位小公主做归属女师。娘娘命我给小公主们讲了一些散落在历朝历史中女子英杰的故事解闷儿罢了。那您都讲了什么故事？上次讲了话本小说《九义人》，为李伯简所著，后又经皇天改成了话本，讲的是一位名叫孟婉的女子，为闺中密友令如兰报仇雪恨，将恶人吴莲绳之以法的故事。快记下！灵儿，你也快记。那夫人下次进宫还要为小公主们讲些什么故事啊？下次讲话本小说《金枝》，讲的是一位名叫陈雀儿的奴籍丫鬟，一步步成长为诰命夫人的故事。快记下，别记错了啊！
我看还是别记了，不如我们开个小私塾，把夫人请来。哎，不错不错，这9亿人、金枝都是皇家公主们才能听的话本故事，不知傅夫人肯否让我们也都沾沾光？若几位姐姐不嫌弃，韩燕自然不敢推辞。傅夫人真是我们京中女子的楷模。哎，人家生母当年乃京城第1贵女，自然也能得衣钵传承。来，状元郎何文慎，恭喜何公子！哎，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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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多谢多谢！恭喜何公子！多谢多谢！夫人，何公子果真考中了。好在此前婚约一事没影响他成为科考。夫人脸色不好，虽得权势威望，但这一路上也结怨甚多，只怕未来要论因果。公道自在人心，咱们问心无愧便好。可惜并非所有人都只依公道行事。庄世阳，你真是养了一个好女儿啊！她戏耍本王，拐骗王妃，你不来王府赔礼道歉，却传信要本王亲自登门。王爷恕罪，大典未成，生命难违，下官着实出不了门。至于小女，确实下官教导无方。你要本王前来，究竟有何要事相商？下官想求王爷救救韩燕。庄世阳，你也戏耍本王！下官不敢。韩燕惹下大祸，做父亲的无路可走，只能求王爷出手施救。他惹下什么大祸了？小女昏了头了，竟然拜伏于苗贵妃门下，自寻死路，要与那艘大船共沉沦呢。苗贵妃已得东宫太子，只会青云直上，何来沉沦一说？这登高必跌重的道理，殿下必然是知道的。这大风大浪过后，势必暗潮汹涌。苗贵妃看似全身而退，实则此刻最为脆弱。她与圣上的恩情已经消磨殆尽，朝中那些元老岂能放弃这个机会？一旦再有风吹草动，哪怕一点波澜，这艘大船势必翻倒淹没，牵连无辜啊！此言有理。任由下官怎么劝说，小女就是不听，只能来求救于王爷了。庄世阳，怪不得你为官多年，还只是个小小的编修啊！你糊涂啊你！庄寒燕欺我诓我，若不是苗贵妃相助，我早一剑把她给杀了。你还将此事暴露给我，还叫我救她，你以为我会帮你？下官曾听闻，殿下对小女曾起过求娶之意，这莫不是出于爱慕啊？我爱慕她，她却骗我，这才更可恨。王爷高抬贵手，我独自夭逝，只生2女，2女羽山待字闺中，3女韩燕嫁入高门，如今只能仰仗傅家姑爷了。你还有一个女儿？哦，爱骑马那个，模样倒是不错。王爷是何意思？庄寒燕从中作梗，拐骗我爱妻姚氏，致使本王沦为孤家寡人，京中笑柄。庄世阳，你难道不欠本王一个女人？下官惭愧，下官有罪。庄寒燕我要杀，
苗贵妃我也要除掉。那你庄大人，若想寻求一个庇护，我齐王府不比他傅云熙牢靠？庄大人，你好好想想吧。老爷，老爷，这边坐。妾身刚刚都听到了，老爷为何如此愁苦？这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夫人有所不知，这齐王生性桀骜，恶名在外，这几年娶了3、4任老婆，死的死，逃的逃。这京中但凡有女儿的人家，都逼着他走啊！就算是我们将雨山嫁入王府，恐怕雨山他也不会答应啊。只要老爷肯点头，雨山那儿我去劝说。你出去！雨山，母亲还能害你不成？此人性情暴虐，满城皆知。你是要把我推向火坑吗？这夫妻间日子过得怎样，全看这女子是否善驭夫之术。以柔克刚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况且，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这些时日，母亲为了你的婚事已经多方打探。京城世家那个个都是眼高于顶，若你只能嫁入高门中，做不受宠爱的偏房，终究这一生还是要做小伏低，难道你也愿意啊？而且你想过没有？那庄寒燕如今已是大理寺少卿之妻，上有苗贵妃另眼相待，左右逢源于官宦权贵之间，那是京城响当当的贵女。但是齐王府并非寻常高门，若你能得齐王欢心，保不准过几年高名加身，那庄寒燕见了你也是要下跪的。你再想一想，从你出生开始，你虽是庶女，却享尽了嫡女的待遇，那都是因为你父亲疼你、爱你、怜惜你啊。现如今我为主母，你是正经的嫡女了，我们现在享受的这一切，得到的这一切，皆拜你父亲所赐。可那庄寒燕现在威风凛凛的，她明摆着就是要找你父亲的麻烦。这些时日，你父亲愁的头发都白了很多，你难道也不体谅他？父亲他……雨山，自你懂事起，我时常的教导你，父亲便是咱们庄家的天，父亲越喜爱你，你便得到的越多。若你此时能挺身而出，不仅自己的前途一片坦荡，还有母家为你撑腰，你想想看，那是怎样的光景啊！母亲以为你筹谋的太多了，你也为自己好好的打算打算吧。父亲，雨山，你来了。这春寒未消，你为何不多加一件衣裳就出来了？啊？父亲，你也同母亲一般，希望我嫁与齐王吗？父亲怎会甘愿？这齐王的品性如何，无语多言。更何况你与他并无半点情谊，若将你嫁入王府，岂不是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寒燕，她
并未长在我身边。我与他父女之间情结怨深，而玉池有意亡故，只留你一个在为父身畔，我怎舍得？我哪怕拼着老命活出前程，我也不愿意逼你嫁入王府，让你抱憾终身。为何父亲以前从未跟我说过这些？此事若不跟你说，恐怕以后再无机会了。父亲，我愿意嫁给齐王。纵使女儿对他没有半分情意，纵使会牺牲掉我一生的幸福，但女儿不能因为一己私情，让父亲身陷囹圄。使不得。女儿心意已决，父亲就向齐王传话吧。你走吧，你自由了，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但是我再也不能陪你了。我让你走啊，你听不见吗？纯马笨马，你走啊！你再也没有家了，这里再也不是你的家了。啊！小姐，这些都是你珍藏多年的爱物，尤其是这枚当炉。这还是我七夕那年一直送给我的。林友，他曾记他从前满身疤痕，他忘了他是谁，扮作贵人。夜幕沉沉，庭院深，迷雾阵阵。他已走入这战场，不容分身。几分爱，几分恨，不必追问。
谁是假，谁是真，还需辨认。畏惧之中求温存，难免被笑天真。狼烟燃起号角吹，谁能脱困？